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很多女生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所有的宠爱，家人的宠爱，伴侣的宠爱。其实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看出一个人一生的运势如何，命运如何，性格如何。那么应该要怎么看出一个女生是否受宠爱呢？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看看天生受宠爱的女人面相有哪些吧。一、头发柔润。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通常很受男人宠爱，她们一般为人很幽默，很风趣。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代表做事时细心，待人和气，个性也讨人喜欢。在恋爱中，她们就很容易收获来自异性的宠爱，社交圈中也会收获朋友的。婚姻中的她们大多命运平稳，生活中很受丈夫的宠爱，婚姻无比幸福。二、眼神和善清澈。眼神和善清澈的女人拥有一对会说话的水灵灵的眼睛，她们大多生性善良单纯，容易博得他人的怜爱。男人从她们的眼睛里似乎就能看懂她们的内心世界，简单不复杂。这类型的女生总是特别容易得到好男人的青睐，让人产生想照顾和保护她们的欲望。所以眼神和善清澈的女人具有很高的受宠指数。三、地格宽圆。地格就是下巴，女人下巴宽是好命、富贵命、旺夫命。这种女生往往爱情圆满、顾家、热心工作，乐于照顾别人，心情温和，和悦性格。因为下巴宽圆的女人有度量，可以包容万事万物，彼此不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和冲突，相处会很融洽。注意，如果女生双层下巴，则表示爱情丰富，温厚马实，包容力强，有才气，不过好色，性气强壮。四、下巴丰满。下巴长得丰满，说明这女人物资充足，一生钱财无忧，尤其是晚景。常听到一句老话，下巴肉肉，晚景无忧。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的人，相貌就是有帮夫运的好相。从小到大，苦日子与他们无缘，即使嫁再穷，再婚后凭自己的旺夫运，使得老公越来越有成就，财富也会越来越多，而且在生活中常常能帮到自己的伴侣，夫妻恩爱，和和美美，是有福气的好面相。五、脑门有痣。脑门上长痣的女生就是属于比较内热的女生，外表淑女，内心热切，很容易得到异性的好感。大佬认为志向学在很大程度上能看出女性的个性特征，从而看出其是否被男性宠爱。比如眉眼外长痣的女生通常是花心者，而眼下面偏外侧有痣的女生是异性投怀送抱的类型。左眼角下方长痣的女生则体现多愁善感，嘴角上方长痣的女生会带来相当高的人气，不过容易导致桃花劫。六、耳垂厚大。一个人有没有福气，通过耳朵就能够反映出来。对于女人来说，耳垂厚大是非常好的面相，不仅自身能力很出众，与周围的人也能够非常友好的相处。耳垂厚大的女人从小听话懂事，乖巧可爱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受尽了父母的宠爱与呵护。结婚以后，她们又能够得到丈夫的宠溺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对方都会极力去满足，花再多钱都没有怨言。耳垂厚大的女人是非常有福气的，属于天生的公主命，一辈子都被人宠爱着。七、声音柔和。声音柔和的女人大多是非常温柔的，脾气也很好，从来不会将负面情绪呈现在别人面前，更不会与人大喊大叫，总是会给人一种温婉贤淑的感觉。声音柔和的女人很容易得到男人的好感与保护欲，男人从来不舍得让他们生气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与这种类型的女人在一起相处，会让人感到特别舒服，因为不用担心他们会闹情绪，也不用担心没事找事儿。
所以声音柔和的女人能够得到大家的宠爱与包容，即使做错了事情，也没有人与她们计较，可以说是非常好命了。8. 嘴角上扬。嘴角上扬的女人通常会给人一种特别乐观的感觉，仿佛每天都处于很开心的状态，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这种面相的女人没有什么心机，并且心胸豁达乐观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很容易原谅和体谅别人。嘴角上扬的女人性格很开朗，大方知性，乐观坚强，并且有着很强烈的是非观，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会考虑自己，能够顾全大局。这种类型的女人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与支持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人给予帮助，尤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愿意施以援手的人特别多。另外，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，与丈夫的感情深厚，两个人能够携手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尤其在丈夫发达之后，更是把他们当成宝贝一样来宠爱。9. 鼻头圆。对于一个鼻头圆的人来说，其实吸引到自己周围的人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因为这种鼻相的人在生活中一般都很随和，而且其本人还缺乏攻击性，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。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得到大家的宠爱了。10. 眉毛浓。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得到大家宠爱，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很重义气。例如眉毛浓的人，这种人在生活中通常都是非常之重感情、重义气的，可以很赤诚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，这样一来自然就可以很容易吸引到朋友了。因此眉毛浓的人也可以受人宠爱。11. 耳朵大。虽然耳朵大的人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和自己周围的人交流，但是在生活中，这种人也还是可以容易得到大家宠爱的，因为耳朵大的人身上有一种祥和的气息，这种气息可以使得其本人容易得到大家友善的对待，从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。12. 人中清晰深长。这种女人天生就很孝顺自己的父母和公公婆婆，因此她们生出来的孩子也能够秉承孝道，最终会夫荣子孝。所以这种女人很有福气，她们一生人缘很好，也同样受尽宠爱。这面相特征的人注定是少奶奶命，能嫁给富贵人家，能得到婆家每个人喜欢与疼爱，家业也越来越兴旺，财富也变得越来越多。13. 额头圆。在面相学中，女人的额头代表其运势与男女福音，耳朵则是代表女人的幸福运气。女人的额头高耸，表示其非常有才华。男性是不会因为你有才华而去嫉妒你，而是会对有才华的女性心生仰慕、爱慕。加上耳朵圆轮，耳的上缘稍圆，同时耳的上缘高于眉，耳的下缘低于眉，这样面相的女人是非常有福相的一个人，这种非常招男人喜欢。不过有一点女生要注意了，如果女生经常被男性吻耳朵，那么就意味着你太被人宠爱，具有被性挑逗的意味，需谨慎。14. 法令纹较长。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下的2道纹路，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，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。觉得不美观，但其实这是一种有福的面相，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，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。这样的女人寿命也是很长的。法令纹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下的2道纹路，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，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。越长就是寿命越长，他们能在事业当中好好的发挥本人的才能，能成为一个很凶猛的人。这样的人会把本人的青春都贡献给事业，典型的事业女强者就是这样的。
他们很容易就能成为指导的人，他们的下属都很信任他们，绝对不会听从他们命令。这样的人普通都是有威严的。15. 田宅宫开阔。女人的田宅宫长得开阔，而且没有疤痕的话，财运惊人。她们出生的条件就比普通人好，会得到很多晚辈们留下来的财富。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协助，即使没有很努力的工作，也能得到颇丰的财富。只需善加应用这种财富，就会让本人的资产变得更多，所以往后会过得越来越富有。那么本人将来的生活就是会越来越开心的。有时候好的面相是天生的，和原始的家庭氛围有很大的关系，而有些人好的面相是后天自己修来的。所谓面有心生，其实和自己的心性是有很大关系的。所以要想拥有福气的面相，就要从小事做起，积德行善，潜移默化中面相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人人都会变成有福气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。都说结婚看的是缘分，更看个人的运气。在缘分未到的时候，即使性格再怎么好，也很难遇到适合自己的结婚对象。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，因为女性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往往处于弱势。不过导致女性无法早婚的原因还有很多，面相就是影响其晚婚的原因之一。那具体有哪些面相的人容易晚婚呢？大佬接下来为大家讲解。额头过于饱满。首先看额头，一般额头比较饱满的人会很聪明，想的事情很多，感情上面也会去经常把自己身边的人和其他的优秀人士做比较，不容易满足，总是会想得到更好的。而且额头过于饱满的女孩做事情很独立，不喜欢依附别人，会让男人觉得过于强势，甚至会让有些男士在对方面前感到有些自卑。所以额头过于饱满的人会比较容易晚婚。山根有横纹或者是鼻子有疤痕。山根有横纹或者鼻子上有疤痕的人，感情上面不顺利。横纹代表着情感上面动荡多，感情颠沛流离，很难安定，而且其人脾气倔强，遇到事情不懂得包容，因此感情已出现矛盾。一般的人很难接受这样脾气的人，不懂得退让会让人觉得感情很辛苦，所以总是在情感的道路上走走停停，无法稳定下来。颧骨过高，眼尾细纹较多。如果一个人的颧骨过高，过于突出，表示做事情不懂得屈服，过于强势。古时候有一句俗话说，女人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。但是颧骨高有区分，颧骨有肉包裹的还好，如果颧骨比较高，而且有些尖，没有丰满的肉包裹，性格脾气上会有很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，喜欢管别人。如果自己的恋爱对象能力不强，那么就会被鄙视和约束，会让自己的恋爱对象很辛苦很累，想要尽早的摆脱恋爱，难以走向婚姻。人中太平，唇上胡须太重。如果人中太平的女人在婚姻中是有些性情冷淡的，面对生活和恋人的时候不愿意跟对方亲近，总是会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，让别人觉得你就是个暖不化的冰。这样的人性情太孤僻，会让别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，慢慢的就会退缩。而如果是女人唇须太重，女生男相太明显，在恋爱的时候会比较自以为是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条件要求过高，会让男人有压力。而条件太好的男人又有些看不上你，所以你总是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上，所以一推二拖的就把自己的年龄混大了，成了大龄剩女。婚姻线浅薄，好的婚姻线要清晰深长，表示婚姻生活会幸福美满。假如婚姻线生得暗淡浅薄，则其人对婚姻爱情不太关心，缺乏热度，因此往往会结婚较晚。
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假如结婚了，婚后要注意自己加强责任感，要舍得付出，才能拥有美好的婚姻生活。感情线向拇指下方弯曲，感情线末端向拇指下方弯曲的人，在爱情上不太积极主动，即使喜欢上某人也不能主动表白，常常属于单恋状态，这样会错过很多好机会，使心仪对象投入他人怀抱，而自己却加入到晚婚者的行列。食指过长的人个性强势，喜欢事事争先，追名逐利，对待感情问题往往看得比较淡，容易一心追逐事业，而错过结婚的好年龄，成为晚婚一族。脸型太方，这种面相的女人很多时候比较固执，只要她们坚持的事情就会坚持到底，不会改变。所以面对情感的时候，她们这种态度是很难相处的，为人不肯退让，不懂得包容，所以她们很容易在一段情感中让对方失望。只有年龄稍大一点，他们的观念才会有所改变，所以在婚姻中他们就是典型的晚婚一类人。有以上特征的人，如果你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，不要过于担忧，不久的将来他可能就要出现了。而还有一些人，他们不是容易晚婚的面相，但是如果晚婚会更幸福。那这些人又有哪些面相特征呢？嘴大颧高，女人的嘴巴长得比较大，而且颧骨长得比较高的时候，说明了这种女人为人是很强势的一类女人。这种女人生活中总是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，自己却很难沟通，不懂得体谅别人，为人有点心胸狭窄，所以这种女人是很难相处的一类。特别是年轻的时候，这种女人就算早结婚了，也是很容易离婚的。只有到了年龄心智都很成熟的时候，她们才会收敛自己的性格，所以在这种时候结婚呢，她们才懂得低调，懂得忍让，所以这种女人很适合晚婚，晚婚会更幸福。眉毛淡薄，女人的眉毛一般都是可以看出她们的情感问题的。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比较淡薄，这说明她们也属于那种冷漠无情的女人。在生活中她们不近人情，没有人情味儿，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己感觉舒服了就不管别人了。所以这种女人面对感情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投入少，想获得更多。所以很多时候在情感中，她们只想回报，不想付出，造成感情的一方不平衡，所以很难进行下去。只有到了年龄很成熟的时候，她们才会知道感情的经营是需要包容的，才知道亲情婚姻的可贵，所以晚婚对于他们而言会更适合。有网状婚姻线，一般来说，婚姻线和有数条细细的纵纹，由下往上切过婚姻线，成为一种网状的结构。这种手相的人适合晚婚。婚姻线靠近小指，婚姻线越接近感情线，表示越容易早结婚。越远离感情线而靠近小指，越适合晚婚。结婚线若出现两条，但是距离过近或过远，恋爱婚姻也都是变动不稳定的现象，所以需要晚婚才会安定。川字掌，所谓川字掌是指感情线、智慧线与生命线的起点各自分开，不相接。有这类手相的人通常是个性独立自主，不喜欢受约束，对感情敢爱敢恨，愿意冒险尝试，心性不是太稳定，因此比较适合晚婚。感情线起点位置低，这类四人发属于感情至上的类型，但因为过于相信对方，往往会在感情上遭受欺骗，要经历过多次失败挫折之后，才能在感情上渐渐成熟，往往到中年以后才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而结婚。感情线呈波浪形，这类人通常对恋爱的需求较低，情绪不容易稳定，对人忽冷忽热，年轻时恋爱很难维持感情的稳定，通常也要等到性格渐渐成熟以后，结婚更容易幸福。晚婚可能一半是天意，一半是性格使然。不论你是天生晚婚的命，
还是后天原因导致自己晚婚，都需要调整好心态，凡事不要太计较，心胸开阔，自然感情会慢慢稳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节目。旺夫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热门话题，生活中常常看到很多男性在婚前资质平平，事业平缓，而在婚后就会咸鱼翻身，事业财运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。这种情况属于妻子有旺夫运。那什么才是旺夫的面相呢？有人认为长得美貌就能旺夫，事实上美貌能养眼，但不一定能够旺夫，有的甚至还会克夫。接下来和大佬一起来看看标准的旺夫相都具备了哪些特征。一、额高饱满，丰隆宽厚。人的额代表才智和根基，又代表早年运气。如果额生的饱满宽阔，明净润泽者，就预示此人聪明机智，思想开通，记忆力强，事业有成和早年发达。再加上鼻子又生得好，气势贯通额和鼻，更预示此人早年已为人生富贵荣华打下良好的基础。二、伏羲隐隐而起者，郡主命。所谓伏羲又称羲骨，具体是指从两眉之间到发际上处于额头最中的区域，如果有额骨略微凸起，便是羲骨了。有羲骨凸起的女子，往往出生在家境不错的家庭中，自幼受到如众星捧月般的爱护，生活十分安逸快乐，并且容易受到家庭的财力协助，而在自己的事业中大展宏图，取得一番成功。三、头圆相短者，主妇。所谓头圆相短，是指女子的头型偏圆润，没有明显的凹陷，肩长便可成为头圆，而相短是指脖子不要过长便可。有以上面相的女子，在财运上比较旺盛，容易有一些赚钱的良机出现身旁，如能适时把握，在财运上便可年年有余，衣食无忧。如果这样的女子属于相夫教子的主妇，还会对丈夫的事业和财运有所促进，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旺夫相。四、额平面方者，主贵。指女子的面额比较光滑平润且规整，没有明显的内凹、不对称等面相。这类女子往往容易在名利上取得一定的收获，易被他人尊敬和羡慕，从而在自身的事业和家庭上也会有不错的发展。五、眉长而秀者贤妇，眼秀而轻者贵格。眉为两目之华盖，一面之仪表。如果眉宽广清长，双分入鬓，首尾丰盈，高居于额，此人秉性善良，生性聪明，心思细密，善于策划，生平多福而富贵。眼为心灵之窗，可窥人之善恶至于富贵贫贱，是面相学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命带富贵的人一定有一双好的眼相，眼长而深，眼神清朗，含藏而不露，瞳仁端正，黑如点漆，光彩摄人。这样的眼就是上乘之眼，预示此人心地善良，天贵聪颖，精力充沛，意志坚强，事业进取心强而持久，凡事容易获得成功，是富贵命无疑。六、鼻直如靴者，贵而多寿。指鼻梁平直，无弯曲缺陷的女子，往往在个人的发展中容易取得成功，从而可以有名利双收之喜，并且这样的女子属于比较健康长寿的类型，只要小心保健，一般很少出现大的病痛，属于人生比较顺利丰富的类型。七、口细有棱者，令妇。这主要是评判女子的嘴型轮廓，如果有嘴型轮廓清晰并且较小的女子，往往人缘运势较好，并且常有好运相伴。如能加以发展，
在人生的多个方面都会取得很好的收获，生活多姿多彩，温馨幸福。8. 舌如莲者，舒质，指女子的舌头应该像荷花瓣一样红润宽厚，为上好之相。这种女子往往比较贤惠，并且在他人眼中既平易近人，又很有气质。人缘和家庭运势很好。如果属于主妇类型，则家庭生活愉悦；如属于事业类型，则容易取得成绩。9. 唇如朱砂者，令妻，是指女子的嘴唇红润饱满，没有发污、残缺等，便为佳选。这种女子在性格上比较中性，不容易大动肝火，在个人的发展中常有贵人、机遇等陪伴，如能加以利用，可以在个人的事业、财运方面有不小的进步，属于衣食无忧的类型。10. 人中身又直者，多子，这一条中的多子既指子孙昌盛，又指福气连连，并非单指生子多。所谓人中身又直，是指人中以身厚笔直为佳，即人中平扁弯曲。这种女子首先对于子孙有很大的帮助作用，可以在对于子女的将来有很明显的帮助促进作用，并且还会对丈夫有一定的促进作用，正是相夫教子之相的标准之一。11. 目下润泽者，宜儿。目下通常是指眼下一指的区域，而润泽主要是指眼下一指的位置有肉且饱满，肤色细腻光亮，即眼下明显的内凹和肤色暗淡无光。有目下润泽的女子主要属于女贵子贵的类型，即母亲可以对子孙的运势有很好的促进及开运的效果，所以这样的女子对于子孙有很好的帮助作用。12. 耳红而圆者，贵妇，是根据双耳来进行评判的。在相学中，耳朵主家事、少年运和健康寿命等方面。在这里说的耳红，是指耳朵的肤色以红润为佳，即苍白、发乌等。而圆是指耳形的轮廓以圆润为佳，即耳形凹凸、残缺等。这类的女子往往家世很好，并且在将来的生活中容易得到家族、亲朋帮助，而丰衣足食，属于贵妇之相，并且在结婚后对于爱人子女的运势也有很好的促进效果。13. 性缓气柔者，福寿。所谓的性缓气柔是从2方面分别来说的。首先，性缓是指性格上比较缓和，不宜动怒、急躁、焦虑等。这种女子一般在身体情况上比较良好，不容易有大的病痛产生。而气柔是指在女子说话交谈时，语气柔和平缓，并且有一定的连续性，没有声音发粗或短音、忽高忽低等现象出现。这种女子除了健康良好以外，一般其他的运气也比较旺盛，属于有福之人，在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稳定。14. 耳成轮廓者，贤妇。对于子女来说，贤妇是指性格温柔、善于打理家事的女子，即所谓的贤妻良母。而在判别时，根据以上的标准，主要是指双耳的外扩有形，并且有一定的厚度者为佳，即无外耳廓或耳廓过于单薄。有以上双耳的女子，正如刚才所说，是贤妻良母者居多。15. 神静色安者，贞洁，是指女子的精神和气色情况。首先，神静说的是女子的精神以平静为宜，具体评判可从眼神看出。如果眼神祥和有神，无恍惚、焦躁或忐忑不安等，就可以看作是神静。而色安是指女子的气色以亮泽红润为宜，忌暗淡发乌。
这样的女子往往对于爱情比较忠贞，对于丈夫和孩子的投入超过自己，属于相夫教子、家庭和睦的类型。关于旺夫相还有很多方面，包括女性声音是否柔和甜美，听起来是否如沐春风，平时的行为举止是否优雅，谈吐是否有修养，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能够催旺丈夫的运势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